陆明跑了，锁定他的一切信息。陆明涉嫌公司人员受贿罪和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千万不能让他离境。我们马上就到。老队，在江东大桥附近发现了嫌疑人的车辆。把衣服拿来。不是，你这身体行吗？少废话，快去！队长，发现嫌疑人车辆，抓住他！通知指挥中心。好。指挥中心吗？我们在迎宾路发现嫌疑人车辆，请求警力支援。铁叔，打懂了，把他们引上桥。好。找车辆。我已经上桥了。我知道了。被撞的是铁荣光，打电话，叫救护车。之前啊，我也不希望你先去江东集团，
因为铁荣光在江东市乃至全省人脉很广，关系是盘根错节。不过呀，这样也好，敲山震虎未尝不可。不怕他们动，就怕他们不动。他们只要动，就有信息留给我们。怎么了？铁荣光出车祸了，在什么地方？伤势怎么样？环城路上，先送到医院救治了。我们刚找你查廖昌平的账，你转头就准备跑路，怕什么呀？我没有怕。这张借款单，借款人是廖昌平，同意签字的是铁荣光，金额500万。来，喝点水。不喝，张着嘴，不渴。喝点。多喝点。可以了吧？好。有猜到是谁想害你吗？哎呀，你发现没有啊？最近但凡跟你有关的事儿啊，那真是件件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啊！廖昌平被抓，检察院又来调查，我是怕你们总来找我，所以我想出去躲躲。我们看看账本，你有什么可怕的？这张借款单上借款的事由，为什么是空白的？不能写。不能写，那能说吗？是刘明翰的业务费。业务费？其实也不算是业务费，是贿赂款。你是怎么知道的？我是财务总监呀。我们去江东集团找你，查廖昌平的账，你说全都没了。是没有了。怎么没的？龙山大桥出事以后，廖昌平来找过我，拿走了他所有签过的往来单据。董事长，这么晚还有公事啊？小铁总，董事长，鲁明在机场被抓了。马上通知邓凯文。是。等等，你找邓凯文干什么？邓凯文是我们公司的法律顾问，公司出事了，他不得出来解决吗？你为什么要找他呀？我告诉你啊，有些事儿别拖我朋友下水，知道吗？不是，田丽，我在你心中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吗？啊？照顾好他。上护士站给他摇床被来啊！好的。去吧。这个存储卡你是什么时候留下的？龙山大桥账目见不得人，我是担心日后集团内部财务审核的时候会有纰漏，所以我就私自留存了一份。为什么不交给我们？江东集团在江东市里影响很大，廖昌平被抓了这么久，一直也没有消息。你们的调查让我很紧张，我是担心万一我说错什么话，连身家性命都有危险。说错了话？说错了什么话？对廖昌平不利的话，会有什么危险？廖昌平能量很大的，我怕你们一调查我，我就会被别人盯上，所以我就决定带东西一走了之。廖昌平找你做他的私人账目，铁荣光知道吗？是单走的账，应该不知道吧？那你为什么不去汇报？我说好处了。为什么这张借款单是铁荣光签的字？
这么说，这老廖跟这个鲁明早就有勾结了。一开始我们也没想明白鲁明为什么要销毁廖昌平的账，他这么一逃，反倒是清楚了。你们赶紧对公司做一次内部清理，查一查财务情况和法务情况，同时对廖昌平和鲁明起诉。廖昌平现在还在审查起诉阶段，即使我们现在对他提出诉讼，也要等检察院的案子审完了之后，法院才会立案。老廖那500万不是全额退回了吗？这案子为什么现在还没有进展呢？检察院之所以一直没有动作，可能是觉得还有其他的罪名要一并起诉。这个老廖，董事长，您跟廖昌平是这么多年搭档，在起诉之前，您要不要让我见见他，把很多问题先理清楚？他干的这几件事都是大事，还是交给法律吧。还有一件事儿，不知道该不该说。说，是关于马月月故意杀人案。廖昌平是马月月的委托人，这也是为什么之前我拒绝董事长请我做廖昌平商业受贿案辩护人的原因。子琪，你听我说。你现在想说了？我一直在追问你，马月月的委托人到底是谁？你知道昨天都不愿意告诉我。告诉你又怎么样呢？我们作为律师是不能够挑选委托人的。这案子不一样。哪儿不一样？作为律师，只需要关注案件本身，无需考虑其他因素吗？无需考虑其他因素吗？凯文，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廖昌平他一度左右着你我在法庭上的辩护，这是有违律师职业道德和有违法律本身意义的。你现在连律师基本的职业道德、基本底线都不管了吗？赚钱对你来说就这么重要？胜利即正义，这不是你说的吗？在法庭上求胜求赢不重要吗？战胜高见对你来说不也很重要吗？这是两回事，好吗？这是一件事情。我们发现了犯罪嫌疑人的逃逸车辆，并在附近的地下停车场查到了嫌疑人盗窃车辆的记录，锁定了车牌号。晚上9点35分，目标出现在环城公路上。在抓捕过程当中，嫌疑人掉头逆行，撞上了铁荣光的座驾，之后跳海下落不明。我和犯罪嫌疑人交过手，碰过面。这个人反侦查能力和作案手法都是一流的，现场几乎不留任何痕迹。这次露这么大的破绽，我感觉好像是故意要把我引到车祸现场，不像是意外，这是蓄意车祸。我这边的情况是我们去了江东集团查廖昌平的账，和飞镖钢材抵单。不久之后，江东集团财务总监鲁明潜逃。从他交代的内容来看，他也是担心廖昌平案再度审理会波及他。到现在为止，廖昌平的作案过程基本得到了还原。龙山大桥是由江东集团投资建设，廖昌平因为收受贿赂，把这一段的标的通过廖波透露给了昊天建投。昊天建投私自更改工程结构，私吞钱款，马月月、杨天分赃不均，发生凶案。有人为了不使龙山大桥坍塌而败露，不惜混淆案件视线，最终马月月被杀害。廖昌平、鲁明、刘明翰、马月月、杨天，这5个人看似是金钱关系，但我感觉
这背后一定有我们还没有查到的其他原因。我做个大胆的推测，这幕后的主控人会不会是廖昌平？可是廖昌平为什么要杀铁荣光呢？如果他的商业受贿罪定性，他一定要受刑。这个时候杀铁荣光，不就等于给自己多加了一个罪责吗？如果铁荣光死了，杀死铁荣光和马月的人又没有归案，廖昌平在江东集团的抵账也没有人查，那么在龙山大桥重大安全事故的判刑中，廖昌平就可以一罪从无啊。而那500万贿赂款，全额退回，量刑从轻。这么看，铤而走险，杀死铁荣光不是不可行。廖昌平是江东集团的副总，跟铁荣光是10几年的朋友，他们一起搭班子，搞建设，一起起来的。他这么做可信吗？方姐，我觉得案件最大的突破口还是廖昌平。如果不能突破廖昌平，龙山大桥坍塌无法定性，马月月杨天案没有抓手，所以我建议再次提审廖昌平，同时起诉廖昌平。起诉？有把握吗？没把握。田忌赛马，就算我败一局，我也想探探他们的底。可以试试。铁荣光出车祸了，还好，人没事儿。鲁明被抓了，刑警队也锁定了劫杀马月的人。你们抓住了刘明翰和鲁明，掌握了我账面上的证据。可马月月的事情与我无关，我可提醒你们，不要欲加之罪。你放心，法律讲究公平公正。现在我们抓了鲁明、刘明翰，我相信他们跟你还做不到攻守同盟吧。所以请廖副总准备好自证材料，我们尽快会开庭审理你的案子。高总，叶律师在会客室等您呢。怎么样？见廖昌平，结果怎么样？态度很强硬。坐。我今天来是要向你通报，我们江东集团起诉廖昌平违反公司法，侵吞江东集团资产，损害江东集团名誉的。铁荣光这么急着起诉廖昌平啊？不着急啊，这是为了保护江东集团的名誉和形象啊。那他不怕打蛇随棍上吗？你就这么主观臆断了？那你告诉我，谁是蛇，谁是棍呐？告诉我。我们检方也马上要起诉廖昌平了。公诉人还是你？因为这个关系到马月月杀人案嘛，所以案件的第一公诉人还是我。我想起以前你说的一句话，你以前说，犯罪的基因如果不清除干净，它就会像霉菌一样，会影响正常的经济关系，也会影响到正常的家庭关系。你看现在，廖昌平和铁荣光10多年的友情，到了今天也要对簿公堂。如果廖昌平所作所为真是这样的话，也确实很恶劣。我提醒你啊，这次廖昌平的辩护人是凯文，这次你们2个要兵戎相见。我知道啊，挺好的，敌愈强我愈强嘛。你们的兵刃越锋利，我们的准备工作就会越细致。笑什么？没笑什么。你知不知道，你每次说工作的时候，
整个人会神采飞扬的，比平时啊生动了许多，也比你平时更有魅力。是吗？反正我是这么认为的。好了，我走了，我要好好的回去磨刀，不然呢，一辈子都败在你的手下，人生过得多没意思啊！走了，谢谢。走了。老廖吃了别人的钱，您睡不着吧？你廖叔跟了我10几年了，他就是吃了别人的钱，也不代表他对公司不忠诚。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我一个普通的公民，无权干涉国家的法律。我当初为什么要建这个龙山大桥？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这事儿太大了，我无能为力。董事长，廖昌平案，检察院起诉他的罪名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以及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在廖昌平案的辩护上，您有没有什么特殊要交代的？你要相信法律的公正性，不要有任何私心。明白。还有一件事儿，鲁明交出的材料中有一张单据有您的签名，您需要出庭作证。如果您觉得身体不便的话，我可以向检察院提出申请。哎，老白，哎，来了。我刚好聊完，你们聊吧。不是，吃点早饭。没事啊。那我先走。我可以出庭。明白。糖饼，这就是比医院的饭好吃啊。好，一起吃吧。吃过了。啊。你这么看着我干嘛？我问你啊，前2天在你这儿放的2本书，你怎么放到高处那儿了？什么书？哎呀，跟我演是吧？2本中学生心理学。我那本来就是给高处买的，我想让他好好学学怎么跟高双相处。哎呦，你想的挺全面的。哎，我问你啊，你帮高处解决孩子的问题，是不是也顺便解决了你自己的感情问题啊？你什么意思呀？我问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你怎么这么八卦呀？
你们两个聊什么八卦呢？也跟我说说呗。啊，有你什么事儿？你忙你的，你不懂。我跟你说，我这个叫推理。就算有感情了，怎么了？你承认了是吗？我是承认了，但跟你想象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儿。我那是心疼高双，你懂不懂？孩子气气。你要再说这些的话，我就撕了你。真的假的？你要是不帮我打饭，我也撕了你。这都什么人啊？有一件事啊，我昨天晚上想了一晚上没想明白，想请你教教我。说吧。一个人跟了你10几年，在过往的10几年里，从来没有贪过1分钱，为什么会突然产生贪念呢？那他一定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呗。这么多年的朋友，有什么难言之隐不能说呀？非得铤而走险？人这一生啊，有许多事情是无法向别人明说的，很多事情，包括待人受过。这个世界上哪有无缘无故待人受过的？很可能还另有隐情呗。好喝。无缘无故，说得好啊！如果不是你当初一心只想赚钱，而故意冷落了我妈妈，她也不会无缘无故的抑郁而死。这就是你所谓的有缘有故，对吧？我虽然恨你，但毕竟我是你儿子，这一点跑不了。你昨天出车祸，我吓坏了。可是一个人经历过劫难之后，难道不应该对生活、对周边的人更宽容一些吗？你呀，太年轻了。我知道，我左右不了你的决定，但是我只希望，别到最后，连个人一起陪你吃饭的人都没有。田静，廖昌平的案子，你打算做有罪无罪、最轻哪种辩护？坦白说，最轻辩护可能性比较大。哦，对了，检察院派高健做公诉人。我已经知道了。高健说，你和他对垒是对他工作最大的促进。怎么了？没什么，只是觉得这都多少年了，每次提到高健，你的眼中就会出现一种异样的光芒。你不需要准备案子吗？我要。
喂。喂什么喂？一嘴双枪。我叶子瑶。你好。好什么好，大哥？我晚上想去泡吧，去不去？对不起，今天我很忙，泡吧的事儿暂缓。你什么意思呀？这不号称夜店小王子铁力吗？怎么了？连泡吧都不感兴趣了？对不起，我真的没有兴趣。先这样吧。老高，哎，看什么呢？啊，没什么，回来了。给我看看，中学生心理学。老高，你又想算计我什么？我什么叫想算计你呢？我在关心你的成长。得了吧，我还不知道，你平常不就用那个什么犯罪心理学是吧，来对付犯罪分子吗？现在倒好，把这招使我身上了是吧？海双，我是你爸爸，不是你的敌人，你就不能把我往好处想想吗？你平常不就那样吗？我没法不往那想啊。高双，我知道啊，在教育方面我不及格，我也正在恶补，但我真的希望你能够理解，我没想算计你，我只是想能够从这样的一些书籍里面找到一些方法，让我们之间的沟通能够更顺畅一些。你没事吧？我怎么觉得不对劲儿呢？你怎么变得那么有耐心了？是不是有什么意图？我就是希望我们之间能有一个良性的沟通。真的啊？我希望多了解你一些，这没错吧？那行，你以后有什么想要问我的，直接说。买什么书啊？浪费钱啊！那我希望以后我们父女俩能够像朋友一样的交流，好不好？能有一段良性的沟通已经很不错了，但是想要做朋友，还有一段距离呢。高硕，这是今天上庭要用的材料，都准备好了。喝茶过了吗？喝茶过了。你领带歪了呀？啊？干嘛啊？嘘。哎，你怎么这么八卦？哎呀，别说话。你这个刚好看到了，你这是逗号还是句号？逗号。应该是句号。是不是特别般配啊？漂亮，别被他们发现了。这不重要吧？不重要吗？将来你这些材料都要收入档案的，重新再核查一遍。谢谢你，谢谢你为我准备的书，挺有用的。不客气。
有什么影响吗？秦董事长。铁董事长，关于龙山大桥坍塌事件，你有什么想说的吗？停止步。后退。各位观众，我们现在位于江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为您做现场播报。龙山大桥事件的涉案者江东集团常务副总廖昌平先生，作为第一责任人将被开庭审理。江东集团董事长铁荣光先生也将出庭作证。更多的消息，请大家继续关注江东电视台庭审直播。谢谢大家。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没有。江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公开开庭审理江东市人民检察院起诉廖昌平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一案，现在开庭审理。刘明翰，到。证人坐。公诉人可以向证人发问。证人刘明翰，请问你现在是什么状态？我现在被逮捕了。为什么被捕？因为我拿了昊天建投的500万。是什么人给你的？昊天建投总经理杨天。为什么要给你这笔钱？因为马跃和杨天想修改施工方案。我是江东市新源监理有限公司项目部经理，这事儿需要经过我同意才行。马跃跃、杨天为什么要修改施工图？可以节省8000万。还有什么人知道他们给你送钱这件事儿？江东集团副董事长廖昌平。你为什么这么肯定？马跃和杨天都已经告诉我了。证人退庭，请公诉人继续举证。审判长，公诉人申请证人鲁明到庭作证。传证人鲁明到庭。证人鲁明，请问你是什么身份？江东集团财务总监。你被抓获时，公安机关在你身上起获了什么物品吗？一个存储卡。存储卡里面是什么内容？是江东集团将刚才卖给昊天建投的所有交易记录。证人鲁明，你看一下屏幕。对，就是这些。这些价格是刚才正常市场价格吗？不是，要比正常的市场价格低得多。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批钢材是不合格的
积压材料。害人吧，这肃静。这个项目的总负责人是谁？刘明翰，办不到江东集团，让你做的事情要做得跟真的一样，清楚了吗？明白。放心吧，你的家人我会好好照顾。谢谢董事长。廖长平，沈班长，我的问题问完了。辩护人，有什么问题要问证人的吗？有。证人鲁明，这存储卡里的资料跟表格是谁制作的？是我。怎么制作的？每一次交易后，我都会把信息梳理制作出来。有没有交易的原始单据？没有。大乔出事后，廖长平拿走了所有的原始单据。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在没有原始单据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缺乏客观的材料去验证这份表格的真实性？是。好的，审判长，辩护人申请向法庭出示一些原始单据，请准许。审判长，现在控方举证阶段，辩护人如果有证据，可以等公诉人举证后再出示。审判长，辩护人知道现在不是辩方举证时间，但是控方证人在这里，而原始单据对于本案又如此重要，我希望在这一个阶段让证人看一看材料，一方面是记忆唤醒的手段，另一方面可以有效解决争论焦点，提高庭审效率。辩护人在辩方举证阶段将不再出示这些证据，请审判长准许。辩护方可以出示。大家请看，第一份财务数据是证人鲁明制作的交易清单，第二份是廖昌平从鲁明那儿拿走的原始单据，价格信息差异非常大。证人鲁明，你对此怎么解释？你的这些信息根本就不是真实的原始单据，我估计真实的原始单据早已经被廖长平烧掉了。这个单据的真实性是可以鉴定的。虽然这些单据都是假的，可是上面的印章全是真的。原始单据上还有董事长的签名，也是假的，都是我签的，这也是廖长平安排的。证人鲁明退庭。审判长，公诉人申请铁荣光出庭。铁荣光先生，这里呢有几张江东集团和昊天箭头的交易单据，您需要辨认一下。请问字条上您的签名是怎么回事？伪造的。肃静。能解释一下吗？2010年，我在美国出差，根本不可能签这个字。过去这么久了，您能确定您完全没有记错？我秘书那里头有我订机票的单子，还有我日程安排表。那为什么对这个日子记得这么清楚？那个5·1国际劳动节，我是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度过的，在凯撒我赢了点钱，所以我记得很清楚。龙山大桥项目江东集团的总负责人是谁？廖长平。审判长，这件案子涉及到江东集团的声誉，
也涉及到我个人的信誉。我有几个问题可以向被告人发问吗？可以提问。老廖，当初建龙山大桥的时候，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是谁？是我。把这个项目给了昊天建投，你向我汇报过吗？没有。大桥建成了吗？建成了。是我定的吗？不是。后来更改大桥的方案，你向我汇报过吗？没有。那究竟是怎么回事？更改施工方案，那是需要新源监理公司、江东集团和昊天建投共同同意的，而江东集团这边是我同意的。老廖，咱们俩共事这么多年，我对你是了解的。区500万就把你拉下水了？龙山大桥钢架结构无法承受长时间的高温炙烤，已经开始垮塌了。这事闹得太大了，太大了。这官面上的文章还是要做的。没那么简单。我是担心按下葫芦就起了瓢。龙山大桥，我是第一责任人。我来看吧。家里的事情交给大哥了。是啊，我做过的事情，我就要承担。刚才铁荣光说区500万就把我拉下水了，你错了，不是500万。刘明翰修改结构图，说是省了8000万，实际上是1个亿。我当时的想法是，等我做完了龙山大桥这笔生意，就把持有的江东集团股份套现，加上这笔钱，我就有足够的资金自立门户。那样的话，我再也不用寄人篱下，看你的脸色了。可没想到，我为了赚钱，进了监狱。今天，我面对庄严的法庭，我恳请检察官、审判长能给我一次重生的机会，让我改过自新。在此，廖昌平，感谢。公诉人，检察机关对龙山大桥所使用的钢材是否进行了鉴定？还没有，因为对龙山大桥主体钢材取样可能会对龙山大桥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坏。现在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正在研究取样方案。知道了。本次庭审暂时到此。媒体朋友们，佳慧因为身体原因，今天不方便接受任何采访，大家请让一下，不好意思啊，多让一下，多让一下。请走，放心。我身体不适，请大家原谅，我就不站起来了。关于龙山大桥一案，案情现已明晰，但是我作为江东集团的法人代表，我是有责任的。我非常痛心，在这里我要对家乡的父老乡亲们说声对不起了。不过还有一条好消息，我要跟大家再重申一次：当初建龙山大桥的时候，是一个利民的工程，出现了这样的事情是没有想到的。
现在呢，龙山大桥因为爆炸已经成了危桥，为了广大市民的安全，相关部门决定炸毁龙山大桥，重建新桥。龙山大桥垮塌的责任，江东集团难辞其咎，这责任我来扛，所有损失我来承担。这是我们的承诺书，100年大计，安全为本。我再重申一下，工程安全责无旁贷。各位，大桥的重建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我希望各大媒体朋友共同监督，将新大桥建成一座安全、便捷的标杆工程。1号标段完成政府专项作业，2号标段完成政府专项作业。这里是 FM 78.9江东经济广播，各位听众，现在再次提醒大家，下午3点，龙山大桥将进行爆破施工，大桥附近的各路段已经封路。此前发布的交通管制公告安排行车路线，现在距离爆破时间还有15分钟。相关人员撤离作业现场。现在是下午2点53分，还有几分钟，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让我们用一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龙山大桥不能炸！你是谁啊？我是江东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高健。对不起，你无权阻止爆破，所以你马上离开。快了吧？告诉他们，我是人民检察官，我会站到那个桥上，我看谁敢炸桥。拦住他！拦住！范展跟我说你有时候挺冲动的，我还不信呢。我今天算是见识了。你说你这么冲动，这么不理智，怎么当好我老师啊？你心情我能理解，可是你的行为我就是理解不了。你往前冲的那一刻，有没有想过小双？你不用这么看着我。我是心疼你，可是我还是得说，进。方姐，高处呢？坐，他休假了。休假？
我师父没跟我说他要休假呀。这是组织做出的决定。组织做出的决定，那不就是停职吗？傅小柔同志，说话要注意措辞啊。哦，那总得给个理由吧？理由你难道不清楚吗？身为检察官，控制不了情绪，这么冲动。大桥被炸毁，所有的证据就都没有了。行了，不用说了。廖昌平一案已经定性，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大桥建设又使用了非标钢材，如果不及时的炸毁，出了事，你能负得起这个责任？没有纪律性，不识大局。哎，怎么了？被方检批评了？高处被，准确的说，高处被停职了。什么？停职？你说这停职是为什么呀？你说为什么呀？雷同和马跃都死了，犯罪嫌疑人现在都没抓着，大桥也炸了。要不是马队扛着，咱俩都得滚蛋。忙你们的。队长，都怪我。不怪你，谁都不怪。啊，该查查，这案子没完呢。放心吧，队长。闲来携旧青山在，不识人间造孽钱呐。打今儿起我不吃鱼了，你也别吃了。好。哎呀，男人这一生啊，什么错误都可以犯。就是不能粗心大意，马虎不得。有很多事情，一步走错，全盘皆输啊！听说廖叔的家人全都去了美国，罪孽太大了，出去好。刘明翰和鲁明也分别被判了刑。这是一个狼性的世界，你要是不想被当作猎物，你就得做一匹狼。这些年，你虽然不让我参与你的事，但看得多了，自然也能明白一些。你牺牲了廖叔，是我没想到的。江东集团有12000多人呐，啊，牺牲1、2个人，那是为了这1万多个人的饭碗，这算是一本明白账吧。你对我的期待也是如此吗？我对你的期待呀，我就希望你能成为一匹头狼。等我把江东集团这些事都理顺了，我就把集团交给你了。你就不问问我，想不想要江东集团？
就知道你一定在家。除了检察院和家，我也没别的地方可去啊。进来吧。坐。你干嘛来了？过来看看你啊。一般情况下，什么时候可以复职？不知道。这样不挺好吗？你们不用整天面对鬼见愁，耳提面命的，应该高兴才对。我没高兴，我觉得不太适应。你不在，我有点心虚，不自信。习惯就好了。我觉得你挺冤的，一个可以为了检察事业拼了命的人，被停了职；一个作恶多端的坏人，现在却逍遥法外。你凭什么说人家是作恶多端啊？你有证据吗？你还是工作年头短。作为检察官，这种事儿很正常，没什么。我能问你个问题吗？问。那天你拼了命的跑上桥，是因为勇气，还是因为性格？如果是勇气的话，那我可以理解。你已经把检察工作当成了你的信仰。如果是性格的话，我挺好奇的，你之前经历过什么？或者说，你一直都是这个性格？我想跟你说，谢谢你，谢谢你的救命之恩。看什么呢？嫌疑人已经意外死亡，那龙山大桥所有的质量问题都无法考证，成为了悬案。他们为什么还要炸桥？所以一定有原因，一定有秘密。这也是我要探知的真相，也是我们检察官应该做的事儿。可我们现在已经不知道该从哪儿开始探知真相了。我不信，凡走过，必有痕迹。喂，干嘛？啊，我正好有事找你呢。为了广大市民的安全，相关部门决定炸毁龙山大桥，重建新桥。来啦！哎，干什么呢？看这视频呢，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你说至于伤得这么严重吗？哎，有没有兴趣？咱们查一下。如果真的能抓住这条新闻，说不定还能刨出点儿猛料来。那你想怎么查呀？就先从医院下手呗，先查查到底是哪位医生给他做的检查。走，说走就走。那我先走了，谢谢医生。好。哎，思瑶，你怎么来了？来医院当然是看病了。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啊？哪儿都不舒服，只能你帮我了。我帮你？铁荣光，也是你病人吧？对啊。那
他到底伤的……你说话怎么吞吞吐吐的？什么伤？哎呀，我就想问问你，铁荣光他是不是真的伤得那么严重？铁荣光，他没病来医院做什么呀？哎，你这是在质疑我的病人呢，还是在质疑我呀？哎呀，我不是那个意思。铁荣光他不是江东市响当当的企业家吗？这么个头号人物受伤了，我要是能整出点内部消息，博个头彩，你不能因为我们有同学的关系，就要我背弃我做人做事的原则吧？后面还有好多病人呢，我得工作啊！不是你追我的时候了啊！喂，铁总，刚才电视台有一位记者一直追问我，你是不是真的受伤了？我觉得你应该小心一些。谁啊？哦，一个医生说配给你的药要记得吃，否则会很危险。放心吧，我还没活够呢。我去趟厕所啊，照顾一下。叶子瑶，你怎么在这儿？我父亲受伤住院，我过来陪陪他。哦，你怎么会在这儿？我找我朋友啊。朋友？谁呀？介绍我认识一下。铁大公子，你这管的未免也太多了吧？听说你对我父亲的伤势很感兴趣啊，我有个疑问想问问你：你身为记者，不去调查我父亲为什么会受伤，反而来调查他是不是真的受伤，你这个思路很诡异啊！诡异？有什么问题吗？我只希望你不要戴着有色眼镜去看人，把所有人都当成坏人，好吗？坏人？你什么意思啊？我只是一个记者。调查事情的真相是我的社会职责。对，这是你记者的权利。但我也希望你考虑一下，你调查的对象是我的父亲。我调查事情，跟那个人是不是你的父亲，这好像没什么关联吧？好，你接着查。双双，哎，怎么回事？头部有外伤，生命体征非常不稳定，我们需要急救，请您让一下。双双，这是护诊室，您不能进入。失血过多，现在需要马上手术。医生，拜托！等一下，请问谁是患者家属？我是。请您签字。哪里？医生，现在情况怎么样？孩子正在输血，血浆不够了，我马上联系血站网过调。不，那时间来得及吗？来得及。我跟你说这样，我跟孩子是同一个血型，实在不行先抽我的。哎，这不行，这不符合规定。没有不符合规定的，我跟你说，现在是救人要紧。压5分钟。您抽了多少？200毫升。够用吗？差不多够了。不够怎么办？那要等血站的血来。医生，这样，您再抽我200毫升，万一血站的血没送到，孩子又不够用怎么办？换一条胳膊吧。好。
准备缝合。哎，小点声，刚刚睡着。放心吧，高大哥，已经脱离危险了，多亏了铁力了，可比你这个亲爸爸管用多了。说什么呢？刚刚给双双输了好多血。你怎么在这儿？嗨，我爸在理疗室做牵引呢，正巧碰上。谢谢。谢什么呀？我是他干爹。行了，你这个亲爹来了，我也可以撤了。我回去躺会儿，有点晕，送我去打车吧。我送你。两人似乎在争辩什么。争什么？我没敢走太近，听不太清楚。后来高健的女儿急诊来了医院，铁公子还给那女孩输了血。铁总，高健来了，还好吗？好多了。来看看你。高健啊，我刚才听说孩子来医院了，怎么了？啊，没事儿，情况稳定了。你可不能掉以轻心呐。孩子对我们做父亲的来讲，就是天大的事儿。你还是要多抽点时间，多陪陪孩子。是。龙山大桥侦办不力，我被停职了。正好有时间多陪陪小双。我怎么感觉你对我有意见呢？没有，真的没意见，就是觉得您对老廖的事儿不知情，稍微有点不合理呀。老廖负责龙山大桥的工程，多多少少您也该知情吧？高健啊，不瞒你说，龙山大桥的坍塌和老廖这个案子影响特别不好，公司的股票一路跌停，公司在经济上损失特别大，而且股民损失也大。这事儿早一天结束，我也早一天心安。对集团，对股民，这不都是一件好事吗？你说呢？您是江东集团的董事长吧？为了集团的发展，无可厚非。龙山大桥的坍塌，我输不起啊。不过，龙山大桥毕竟牵扯了2桩案子，6条人命。对于江东集团董事长的您来说，那就是小事一桩嘛，是吧？不是。这老话不是说了吗？两害取一轻。世界上的事情，没有两全其美的。理解。老廖罪当其法，可他保不齐后面有人，我们还需要去查。还有别人啊？我是怀疑背后有人。怀疑能当证据吗？不是证据啊。证据为王啊！我懂，未经法庭认可的证据都不是罪证。对啊，公义为重，罪为轻。行了，那您好好养着，我去陪小双了。啊，好，好，回见。
他输完血，医生说没有大碍，没大碍就好，多危险！都怪我。妈妈，醒了，小双，醒了，你别叫他，出去的时候。我看见双双那样，心里好难受。我听见他喊那声妈妈，心里更难受。他其实经常跟我抱怨，说他妈妈在他很小的时候抛弃了他，但是我能感觉到从他内心，他其实特别期盼妈妈。虽然他抱怨，说在他很小的时候，他妈妈就不要他了。对，那时候小双才5岁。5岁，那么小，怎么忍心抛弃他？就那么不负责任吗？这不能全怪他。当时他被一只汽油瓶袭击过，还受了伤，很没有安全感。这种日子，我实在是受不了。况且，我已经快崩溃了。今天电话骚扰，明天有人跟踪。要不是今天有人及时报警，我可能命都没了。这就是你给我家的安全感吗？啊！你是不是想让我一辈子都住在医院里啊？还是说你真的想看着我疯掉？知道是谁做的吗？公安局的同事查了很长时间，当时小区也没有装监控，根本查不到线索。但是从那以后，他就坚持认为是我的工作，有人要对我打击报复。所以就因为这件事儿，他离开你了。我们从那以后天天吵架，他逼着我要跟他出国。有一次吵得很凶。你能不能辞掉检察官的职务？没有卷宗，没有犯罪，只有我们一家3口，行不行啊？我求你了。左清，我是检察官，我一辈子都是。港清，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走了，离开江东，去了美国，去追求我的梦想。而且最重要的是，从此就能远离危险了。我只请求你，照顾好我们的女儿。那天正好赶上我要出庭。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160条、第165条和第169条的规定，我受江东市人民检察院的指派，代表本院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出席今天的法庭，依法支持公诉，并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在刚才的法庭调查过程中，公诉人向法庭出示了证据，证明了本院起诉书所指控的被告人董志鹏的犯罪事实，被告人亦供认不讳。我以为
我嫁给了一个风光的检察官，而实际上，我是嫁给了一部法典和无数的案卷。控辩双方都向法庭出示了证据，各方对证据所发表的意见，合议庭已经过评议。对不起，高健，我觉得我无法再忍受这样的生活。离婚协议书我已经签好了，等我在美国安定了以后，我会回来接双双一起去美国。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也没有联系过。其实我觉得，如果一个人跟你在一起很痛苦，那不如放手，让他离开。每个人都有享受生活的权利，没有接受痛苦的义务。每个人心里面也都有伤心的过往，你别想了，不想了，就是聊到这儿了。这么黑能拍清楚吗？小点声。装，继续装。走。老板，好像是记者。愣着干什么？是。欢迎归来。
高进，你怎么在这儿？那个小双意外受伤。小双受伤？啊，没事没事，就是摔到鱼缸上了。哎，你干嘛来了？哎呀，子瑶出车祸了。子瑶车祸？应该没大事。小童打电话说把腿给撞了，幸亏戴着头盔，不知道出多大事儿。你赶紧去看看，别着急别着急，回头我去看看子瑶去，好吗？那我先去看子瑶，快去吧。然后回头我去看看小双啊。好，我先走。老翟，人呢？怎么人都不见了？上面嫌咱们抓捕不力，把缉捕队员都借调到其他队去了。这是要干什么呀？把马队撤职就算了，还把人给拆散了。小严，你把那个车祸录像视频再调给我看看，我们再查一查。我非要把那个人给找出来。马队不在，咱也没有个侦查方向啊。不行，我要见人死要见尸，也许我查到他，马队就能回来了。挺幸运的，还好受伤没事。是挺幸运的，子瑶也还好。廖昌平的案子结了。对，这个案子一波三折，越是调查，越觉得离真相越远。看得出，这案子牵扯了你太多的精力，不然的话，你也不会收获了双双。你有没有想过，这案子完结了之后，你会做什么？你不用说，我都知道，接下一个案子，对吧？对，我们这种职业，注定我们一辈子都要跟数不完的案子打交道。循环往复，生命不休，抗辩不止。